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应渊帝君的眼泪太致命，程毅的沉香如屑为何成仙侠虐恋天花板？当程毅在《沉香如屑》中含泪说出不想忘记他时，弹幕瞬间被美强惨暴击刷屏。应渊帝君的眼泪是仙侠剧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情感核弹，它炸裂了天龟枷锁，撕开了修罗血脉的隐痛，更让观众在10年后仍为所泪鸣场面心颤。从清冷战神到疯批帝君，程毅如何用一滴泪封神仙侠虐恋？1. 眼泪背后3重虐心暴击。应渊的眼泪不是简单的煽情工具，而是角色命运的情感核爆点。所泪鸣场面，隐忍到极致的自我阉割。剧中应渊为护颜旦承受刑罚时，将记忆锁入仙灵的瞬间，程毅用喉部吞咽加指尖颤抖的微表情，将痛到无法呼吸的压抑感视觉化。导演透露，这场戏拍摄时，他连续3小时不换戏服，只为呈现眼泪憋回眼眶的窒息感。观众评价，他让隐忍不是表演，而是用身体写诗。跳桥崩溃戏，疯批美学的颅内核爆。应渊跳下吴桥护颜旦时，程毅用瞳孔震颤肌肉抽搐嘶吼咆哮的3连暴击，将为爱赴死的悲壮感推向极致。知乎热评：这不是哭戏，是角色灵魂的碎裂。剧中他蜷缩在血泊中嘶喊真是疯了的镜头被剪辑成疯批帝君杀表情包，弹幕直呼他的眼泪会说话，每一帧都在演心理战。先去终章，大爱与深情的双重绞杀。结局应渊为苍生牺牲时，程毅用微笑中的血泪演绎以命护爱的终极浪漫。他设计的垂眸闭目指尖微颤细节，将释然与不甘的矛盾感拉满。观众感慨，他的眼泪不是道具，是角色用生命换来的救赎。2. 演技封神，从所泪到疯批的颅内核爆。程毅的表演让应渊的眼泪美学成为仙侠剧教科书。微表情显微镜，应渊在的牙中沙底泪的名场面，程毅通过睫毛颤动加嘴角抽搐的细节，将痛到无法流泪的压抑感具象化。导演透露，他为呈现血泪交融的真实感，曾连续拍摄12小时不卸妆。战损状态暴击，身中火毒的应渊，程毅用白发疯魔加瞳孔泛红的造型，结合嘶吼沉默崩溃的情绪递进，将修罗血脉觉醒的张力推向顶点。B 站混剪区疯传他癫狂撕扯法袍的片段，弹幕刷屏，他的战损不是特效，是演技的核爆。凡间唐周的反差萌，程毅通过轻快步态加嘴角上扬的肢体语言，将下凡后的唐周与高冷帝君区隔。剧中他为颜旦挡剑时肌肉紧绷突然破涕为笑的转变，被观众称为疯批美男的酥感暴击。3. 虐恋深度，修罗命格与天龟枷锁的终极撕扯。应渊的眼泪是仙侠虐恋的哲学解剖。修罗血脉的诅咒，他天生背负半仙半魔的原罪。程毅用压抑喉音加蜷缩脊椎的表演，展现角色自我厌恶的挣扎。剧中他独坐演虚宫时翻龟打瓦片的细节，被解读为用幼稚行为对抗命运枷锁。天龟枷锁的绞杀，应渊为苍生放弃爱情的抉择。程毅通过握拳至出血突然松手的肢体语言，将责任与私欲的撕裂感外化。豆瓣热帖：他的眼泪不是软弱，是神明被命运阉割的悲鸣。凡间救赎的圆满，番外中应渊与颜旦隐居戏般的镜头，程毅用眼角细纹加松弛笑容演绎疯批帝君的温柔面。观众评价，他的眼泪从所泪到笑泪，完成了角色的灵魂涅槃。4. 观众共鸣 Z 世代的病娇美学狂欢。应渊的眼泪之所以封神，因其暗合了当代年轻人的情感需求。反传统神明的叛逆，拒绝高高在上的悬浮感，
诚意用所类疯批等表演解构仙侠男主刻板印象。小红书热帖，他让神明不再是符号，而是会痛会疯的人间理想。虐恋美学的共鸣，在速食爱情盛行的时代，应渊的千年痴情成了情感稀缺的隐喻。知乎网友，他的眼泪让我相信，有些爱真的可以跨越生死的解构。诚意用病态美颠覆传统仙侠男主形象，剧中他血泪交织的侧脸与破碎感笑容，被粉丝称为痛感美学教科书。当疯批帝君成为时代情绪出口，在仙侠剧审美疲劳的当下，沉香如屑用应渊的眼泪撕开了新天地。诚意的表演证明，真正的仙侠虐恋不是悬浮的狗血，而是以命互爱的极致浪漫。当应渊在结局化作凡人唐周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角色的救赎，更是当代年轻人对极致情感的集体呐喊。哪怕血泪交融，也要以美之名赴爱之死。诚意的破碎感在沉香如屑中被推向新高度。无论是的牙毒发时蜷缩颤抖的脆弱，还是望穿诀别时嘴角一血却强撑微笑的悲怆，他总能将生理痛苦与精神绝望交织成极具感染力的画面。最绝的是战损戏中，他蓝衣染血立于荒漠，发丝凌乱却眸光如刃，将战神陨落的悲壮与不甘化作滴滑落脸颊的泪。观众戏称此剧为应渊的100种吐血方式，但每一次吐血都因情绪层次不同而令人揪心，不是为虐而虐，而是用破碎感织就角色命运的史诗感。诚意的打戏将仙侠剧的飘与武侠剧的实完美融合。应渊执剑时的肃杀凌厉，唐周捉妖时的灵动腾挪，玄烨挥戟时的霸道狠绝，每个角色的武打风格截然不同。新疆拍摄的仙魔大战戏份中，他连续吊威亚数日，在沙暴中完成空中翻转、剑指苍穹等高难度动作，衣袂翻飞间尽显仙风道骨。更难得的是打戏中的微表情管理，应渊对战时的冷峻专注，玄烨杀戮时的癫狂快意，让武戏不止于形，更传递魂。